过去我们常常讲这个 AI 在改变这个世界，你可能还没有那样的感觉。现在我们看2张图，你就可以知道，第一张是就只有一个人，一个工程师，他等于把现有的资料整理以后，你想看到这个是整个中东的战略地图，中东的战略地图可以把天上的卫星，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天上有哪些卫星，这个时刻有哪些船只，甚至每只船只都可以标定，连你 F-22，你美国的所有的军舰标定的位置都可以在里面，一个人用现有的资料居然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空间地图。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这2天非常有名的一个影片，20分钟的霍去病，3个人48小时只花了14000的台币，他居然就做出来了。对，没错。事实上 ，AI 到底改变这个战场多重要？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事实上，这个美国的民间人士啊，他用什么方法？他用他自己收集的这个程式，然后呢，马上就跑出来了。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所谓用上帝视角，他把2月28号开始启动了史诗之怒，还有以色列的攻击，他全部把它弄成一个短片。这个短片里面涵盖什么呢？涵盖地面上的这个轰炸，就是我怎么轰炸你的一个状况。然后美国军队怎么飞？譬如说从以色列飞的啦，或者从这个美国本土飞过来的啦，或者从这个阿拉伯的这个空军基地飞过去的啦，然后我炸的这个时间点顺序，然后我先炸哪里，炸哪那个结果，那周边的飞机怎么飞，全部这就是一个上帝的视角。而且刚才讲你是哪里国家的飞机，我全部都标定的清楚。对，而且你看非常清楚，它怎么飞，然后怎么攻击，你可以用随时点，因为这是随时发生。而且你连天上的卫星。你这个天上卫星是这个所谓的北斗卫星，是还是 GPS， 是还是伽利略的？对，它全部都把你标定出来。对，而且它连你跟谁联络，它都可以被标定得非常清楚。所以我才说，他自己做成了一个上帝视角。那这上帝视角，你要想说，这是民间人士，他自己一个人啊，他自己做出来。那我就跟你讲。如果一个人这么厉害的话，那你想美军到底多厉害？好，那除了这个上帝视角的这个影片证明了这个 AI 的厉害之外，还有这几天在这个网络上非常红的霍去病嘛。你看这个影片来说的话，20分钟的影片里面来说，你可以看到说他们这影片已经点阅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成本3个人做的成本才12000块台币，然后有整套流程。中国有给他的这个 AI 的这个软体，它可以跑出说我要怎么写脚本，那我要怎么弄这个分镜，然后弄出来生成之后就弄成这样的影片。对，除了中间有几个小问题，就是你没有马镫，那个时候没有马镫以外。其他全部都栩栩如生。对，如果你去看这个影片的话，你会觉得说好像是真人拍的，但其实它是以 AI 影像生成。所以跟你说，这个 AI 已经改变了我们未来所有的人类的这个状况。那你知道吗？美国现在不是在跟这个 Anthropic 不是在吵吗？说你到底要不要那个？现在谁呢？那现在伊隆马斯克说他不要来没关系，我的 Grok 可以给美军用。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整个 AI 的这个格局来说，真的改变了这一次的全世界的作战方式。对，吴董从这2位看到，美国一个工程师。他这一个工程师，他居然可以自己做出来，从2月28号到现在的所有的战场地图。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仅花了这么少的成本、这么少的时间，可以做一个戏剧。他说现在他可以在1天的时间内形成80集，80集，代表现在美中这个 AI 战争是真的玩的。现在霸权是真现在本来的项目就一项，就是 AI。那 AI 的核心的部分就是台湾的台积电的晶片，所以原来这一个关键之战那是由美国领先，台湾配合，我们看到了但是今天的局面第2个局面出来了，人员之战人员的权力重组，全球重组，现在美国拿到了，对。你看委内瑞拉，然后中东全部是未来是全部对，然后在中东现在全部都站在伊朗的对立面，全部都站在美国这边了。也要注意定价权在他手上那俄罗斯怎么办？所以俄罗斯还能够再玩下去吗？所以他势必也把俄罗斯也要整合进来。所以未来他有2大权力在身上，一个就是晶片，对，一个就是人员。那这2个东西如果都被川普美国主导住的话，美元当然就进来了嘛。那美元进来的话，美债其他美军的通通都整合进来，所以在这个突然间几天之内的变化，让美国掌握了一个绝大的优势，让中国快速的居于这个劣势情况之下。对，子玉，这2天我们刚才讲，全世界的股汇双跌，只有美国很奇怪，美国的这个反而美金越来越强，甚至讲现在避险还是用美金。你说一个关键就是，以前美金强。是因为我的油是最大宗物资，所以我用美元计价，它有很高的价值。现在又加上了一个晶片，因为晶片也是用美元计价，所以美国如果可以掌握晶片，它在掌握了石油，
两大大宗物资都在我的手上，它的美元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到它地位的了。其实我认为，纵使不去做这件事情呢，美元的地位也不会大幅度的滑落。为什么？因为现在不论是在金融市场的交易也好，或者是国际的贸易，或者是外汇储备，美元还是大众。特别是在金融市场交易，美元还是大众。那当然，我们看到了从2025年川普上任之后，他的一些言论一直在破坏市场对美元跟美债的信用，导致了美元的下跌。但是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件事情？美元的下跌，我们看到了，到了2025年的下半年，联准会是不是开始又做降息这个动作？可是美元没有跌了，为什么？因为美元这件事情的反应，早在2025年的上半年优先反应完毕，所以到了下半年，我们看到美元没有跌。那当然，前阵子川普又再次的破坏美元的言论，导致美元短期破底，可是立刻拉上来，再加上战争的因素，看到了美元基本上打底的形态算是结构性非常的一个完整。那当然，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美元走弱的过程中，什么东西在涨？黄金在涨。那黄金呢？我这边简单重点讲2个阶段。黄金上涨的第一个阶段是从2022年开始到2024年末，这一段是在涨什么？当时乌俄战争开打之后呢，大家发现原来外汇储备是可以这么轻易的被冻结。我这边就常问一个问题我国外汇储备有6000亿美金，这个6000亿美金是美元现钞在我国的国内吗？没有，它是一个账上的数字。而我国的央行必定开户在哪里？美国各个银行户头上，所以去冻结外汇储备非常的简单，只要美国下一个指令，哪个国家哪些户头你不准动，就冻结了。所以冻结了之后，大家发现，原来外汇储备可以随便，我记得俄罗斯好像被冻结了3000多亿美金吧，随便可以冻结。所以各国开始不止俄罗斯，不止中国，很多的国家都开始增加黄金的黄金的外汇储备。但是我常提一个点就是说美元它有一个特殊性。美元长期来讲，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货币，而不会因为美元的信用被破坏导致美元价格崩跌。为什么？因为太多的商品都是以美元定价，它会发生什么情形？美元的信用被破坏，不是美元暴跌。如果美元暴跌，不就欧元暴涨？不会是这样，而是什么？美元的每单位购买力走弱，反过来叫做原物料各种你讲到的原物料长期价格上涨。所以呢？长期的问题有长期的问题，但是确实在这个动作上面是巩固了一部分的美元霸权。好，我们再看看那个4D 的影像，你都可能想一下，一个人在1天的时间印到现有的资料里面，现在 AI 的时代来临，真的让很多的门槛都被打开了。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这样的军力展示，把大家都吓坏了。我们看到现在国民党本来你要党军购，现在也不给党军购了，而且我们看到卢秀燕还说至少要9000亿，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郑丽文还没有要妥协现在我看到了国民党内对他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国民党内部变成亲中派跟亲美派2派在这边斗争那所有的人通通站出来了。郑丽文现在变成孤家寡人了，不过当党主席、当皇帝就是孤家寡人了，本来就是他就是现在单操一个嘛，对不对？我觉得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动作是他居然投书 Foreign Affairs， 就是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了那投书的核心是什么？2大部分他提到他自己的主张，就是9·2共识，反对台独，一个中国。那这个因为他党主席的身份，所以 Foreign Affairs 当然会收他嘛那然后第2个部分他提到什么东西？他说我们要跟中国跟美国都维持良好关系。那这2件事情在他的论述里面完全直接冲突那好，那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要讲的郑丽文这为什么会写这个文章？当然，他写这个文章目的是干什么？他修理国内的国民党的亲美派嘛。他说：“我现在是要两面讨好你们现在是抱美国大腿对，压单边我们台湾不要选边，不要压单边，他不要选边，他用的是我看的是中文，我没有看英文。对，他不要选边，对他的英文我没有什么兴趣看我看中文。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我现在请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不要谈台湾问题，你写的这种文章，你不要选边的情况之下，美国人会欣赏你吗？你就是我的地盘，你不要选边，林北的官吏你就是我管的，你还不要选边，当然是我这边，对不对？那我不只能听美国的吗？那不是，那我问你，他不是亲中吗？对。那习近平看你这个，你不要选边，什么意思不是本来还有什么政习会、习政会吗？不给你来了，所以不能刀切豆腐两面光。当然，所以
笨呐、这个笨呐、老金花这个人呢、就是你讲过有一种人啊，就又认真又笨又勤快对，又笨又勤快，他就是郑丽文，笨到这种程度嘛。对你说，哎，他这样做两面都不讨好。对啊，我的问题很简单，我本来是要两面讨好，我现在两面不讨好。对啊，你本来不是讲了我要很光荣，我以身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我的骄傲还是光荣呢？我忘记他那个原文是什么东西。反正为什么要作为中国人要认为是一个作为骄傲的事情呢？因为我做美国人，有美国人出来讲，哎，我做美国人，我要作为美国人骄傲，没有嘛，神经病嘛，你知道，拍马屁，所以整个都是拍马屁的逻辑，不知道是拍谁马屁，拍老公马屁嘛。所以郑丽文脑筋坏掉了，然后今天做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他两边都得罪，他得罪老美我认为无所谓，他不怕得罪老美，你知道吗？而且怕是得罪老中，他不知道他写这个文章不选边的结果。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